世界政局都很乱哦，欧洲几个选举之后，甚至都陆续变天。其中法国第2轮投票结束了。那当然，昨天我们讨论到说，大家很意外。我看到了几个报道，我还问了几个法国那边的朋友说，其实因为当地人真的很怕右翼，尤其企业家很怕右翼真的当选了之后，会影响他们的权益，所以统统把票灌了，最后是左翼。梅朗雄赢了嘛？现在可能在这样得票数之下，他很可能出任所谓的内阁的领导人。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在法国的政局还没有结束，就要看现在要怎么做提名，怎么做两党之间的协商。但他曾经批评过欧盟本质上就是富人俱乐部，建议法国退出北约。好，那现在加拿大也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吗？在北约里头，杜鲁道他们本来有一个相对的协议是共同决定的，就是说在北约的国家都要有2%的 GDP 拿来用在国防的目标，拉高这个范围跟比例，但加拿大一直没有完成，所以在这个报道里面特别说是不是美国还有欧盟都感到不满，对他失去耐心呢？说不定即将会有个闭门会议，会被点名羞辱呢？还没发生呢，但这个报道是这样猜测的匈牙利呢也是北约的成员，那他最近做了什么事情？他拜访了中国大陆而且呢，在奥班的行程里头还去见了普京。普京不是现在是北约最大的敌人吗？那普京到莫斯科的见面，还有到北京见了习近平。现在欧洲盟友一定不会满意，但显然这一次是要给更多的这个平衡点。奥班反对包括了欧盟的制裁之外，也希望这个机会是有可能造成俄乌的和平的契机吗？当然不知道。好，北约的成员，你现在要去规范杜鲁道国防预算多少？那你有办法规范匈牙利吗？这都是问题。所以土耳其也一样啊，土耳其寻求加入上合会组织，结果北约其他国家说你没有办法两面讨好，两边都要有北约又有这个的，但现在北约的这个成员国土耳其准了瑞典入北约，但自己想加入欧盟仍然被拖着没有被批准的情况之下，要提出参加上合会有没有可能在其他的北约国家又跳起来反弹之外，有没有办法成型？那选哪一边，还是真的可以同时并行？北约还有在印太这里有角色，例如这个独家报道里面告诉大家，岸田文雄北约邀请他出席印太地区的日韩澳纽峰会，同时呢10号的时候，岸田访问华盛顿，预计要跟北约的新成员瑞典芬兰都个别会谈，强调跟这个北约组织是密不可分。但连3年出席北约峰会的还有尹锡悦，日韩在美国的拉帮结派里头一直走在这个路上非常的近。那尹锡悦成为首位连续3年都出席北约峰会的南韩总统，7月9号也会访美军印太司令部，确认韩美同盟一起。这点是在亚洲这里帮忙看守的角色没有变。那日韩跟北约签署的协议呢，对于中国大陆外交部来讲，立刻就表达不满嘛。北约作为冷战产物，全球最大的军事联盟，不要忘记俄罗斯为什么打乌克兰，也就是北约嘛。那现在不断的越界扩权，是威胁全球和平稳定的真正风险来源，这是中国大陆的看法。但奥班尼斯他说不出席这个北约峰会，也是一种表态吗？澳洲不是现在跟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好，恢复啦，应该在修复当中啦所以他不参加北约峰会，这也是一种象征意义吗？那当然，这个前澳洲外长说这是正确的决定，因为这个事情不要跟北约掺和，不符合澳洲利益。好，乌克兰呢，现在有一个新消息是告诉大家说，北约峰会登场。重要的是，乌克兰当初造成整个战争原因的入北约的这件事情。现在是联合公报即将草案要公布，这个内容里头就描述了乌克兰加入北约是不可逆转的，是直接要宣布乌克兰加入北约吗？这是一个桥梁吗？是不是有这样的程序正在进行当中？哇，那事情会不会反而让俄罗斯更加的跳脚？想要谈和平的是这个匈牙利。想要帮忙撮合，但在北约里面是更加速，要让双方关系更激化吗？甚至路透社报道说，北约计划在大幅的增加35到50个旅级的兵力来应对俄罗斯的攻击。那好像是一边想要让和平产生，一边就是不想让战争停下来嘛？委员，我对这个梅朗雄这个现在他这个左派显然就成为最大的政党嘛。那最后我个人的看法，他会跟马克宏的政党合作，来组一个联合政府了那总理呢，就很可能就是梅朗雄。
他的观念他是基本上是刚刚主持人讲，他是反对北约，原因是因为他认为北约侵犯了法国的主权啊。然后呢，他也对于乌克兰，未来美国最头痛，欧洲的美国的好朋友们比较头痛的是乌克兰的问题。他对乌克兰的问题，他当年的2014年嘛，这个俄国拿下了这个克里米亚的时候，梅朗雄是支持的。他认为为什么？因为他对于俄国的安全很重要啊，所以他哪去就哪去了。不过后来呢，在这个俄国跟这个乌克兰在边境激烈对峙的时候，还没有进入，还没有侵犯乌克兰，但是准备要进去的那段对峙的期间，2021到2022吧。那个时候，梅朗雄是有站出来讲话，他说俄国不应该进入这个乌克兰的国境，不能这个侵略它。但是他的也讲很清楚了，俄国为什么会去打这个乌克兰？就你北约扩充的太快，你就扩充到人家边界，威胁到人家的安全嘛。他一直是反对军事援助乌克兰的哦。他的态度未来当然有可能会修正了哈，毕竟欧洲的整个北约啦，这个还有这个欧盟这些国家都是支持军援嘛。可是他这个态度多少会影响哦，尤其在欧洲的两个重要国家，两个支柱，一个是德国，一个法国，双方的合作，梅克尔跟马克宏的合作，也是这两个国家成为西欧的一个主导的力量。可是现在不见得。因为他对德国是很有意见的。梅朗雄譬如说大概是2014年，当时这个意大利的经济很糟糕，法国也很不好，那这个梅克尔夫人是出来批评说，你们这两个国家你们的改革的做得不彻底嘛，不努力嘛。那个梅朗雄是跳出来批判的，反击这个梅克尔夫人。他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法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啦，你管你的事就好了啊！你们的装备也很落后啦，你们也没有过多好的生活，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他会激烈的摇动目前的这种欧洲的目前的现状。那马克龙，比如他那时候，他也希望德国一起合作，要设立一个欧洲人自己所拥有的军队，独立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外。那他是反对的。所以他另外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人的问题来讲，他认为以色列是不对的，他认为这个巴勒斯坦人坚决他主张他们有立国的自由，立国的自由，他认为以色列这样子你像殖民人家一样是不可以的，所以就是他很多的看法在外交政策上面，如果他不修正的话，法国本身他就会跟马克宏两个人之间就会有很多的斗争的啦。如果他一个当总理，一个还是总统，这就很多斗争了啊！如果他斗赢了，那美国跟法国之间未来争执就会很大，跟德国之间大概有很多争执，所以这个是很值得注意的。至于讲澳洲的问题哦，我认为现在的总理哦是比较没有意识形态的观念，他认为经济最重要，因为他当选也是很多农民支持他，他当选那些农民因为中国大陆不买他们的葡萄酒嘛，那譬如说去年呢，2023年呢。中国大陆还是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大陆一共从澳洲进口了2190亿美金的这个货品，这占了澳洲对全球贸易出口量的32.5%。所以你认为中国大陆重不重要？所以澳洲的确会有人会认为说，尤其在农民们。怎么样跟中国大陆维持一个平顺的关系不要去加入这个美国主导的力量，要去围堵中国大陆，这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啦。至于美国跟日本说老实话，他们都不是正常的国家啦，因为他们都国内都有大量的美国的驻军韩国境内3万多人，日本境内5万多人因为一个怕中国大陆，另外一个怕北韩，所以他们不得不依赖美国的保护。所以美国要推动这个亚太地区北约化，这两个国家当然是热烈响应了。对，
赖教授，当我们再看到最新这几个消息里头，北约它的角色跟功能，例如它要求个别的国家要 GDP 多少去作为国防，那这个会议要开，有的人去全力的响应，那这个澳洲就不去啊，它的相对的约束力对于北约却可以造成战争的发生。是这样哈，因为对加拿大来讲，它是北约的会员国嘛，31个国家的会员国，加拿大他认为我的国家安全没有受到这么紧迫的压力所以他不太愿意把他的国防预算占他整个总 GDP 2%，那是很高的 GDP， 他拒绝，所以他也不愿意，所以他就一直拖。当初北约在开会的时候美国确实是有要求，一定要达到2%，因为你达到2%之后每个国家的国防预算就变得拉很大了。拉很大以后，可是，在欧洲的国家中，像这种战略武器，例如说战机啦或者是战舰，特别是战机这个部分或者是坦克、重型坦克，那绝大部分要向美国人购买。所以对美国的军工企业来说的话，你想想看，当欧洲的国家如果都把它的整个财政预算拿出一大块用在国防上，那这个他们又买不到武器，只能向美国人买的话，美国人就赚翻了。所以当时的川普就要求你一定要给我达到2%，然后他们就开会同意了。同意了以后，有一些国家都达到2%了，但是加拿大没有。加拿大一直认为说有美国在那边顶着，那我何必搞得那么多？而且事实上，杜鲁多的党现在的支持度很差，而且落后于这个最大的在野党20%。所以一般来讲，他们认为杜鲁多如果再不改善他的经济问题，不改善他的民生的话，他大概要下台了。可是你想，如果他把他的防卫预算调到2%的话，那他一定下台，他的党一定结束了，那就是下台一鞠躬，变成在野党了。那你如果是杜鲁多，你宁可挨骂一下，你也要顶得过去。我想杜鲁多应该是会顶过去了反正被骂就被骂了，因为事实上这个是不能开玩笑的事，不然你就没有政权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法国会陷入较长期的混乱，因为这一次左派虽然就是左派虽然赢了那么成为第一大党，可是他还差100多席，那他100多席那就很大那他就势必要跟中间偏右的合作。可是，在法国的传统一定是左右是水火不容的，现在是左跟极右的水火不容，可是右还是跟左是水火不容的。那请问这个党该怎么组合？所以政府之间的不信任案或者是在政策中的矛盾吵架，我觉得他们的内阁的组成中那个吵得没完没了，所以一定要把这些条约都写清楚，就是说我跟你组成联合政府的时候，那我分几席，然后哪一些政策我就不能管了，然后哪些政策那归我管。那一定要在白纸黑字写清楚，不然的话，法国的政治不信任案或者是倒戈，或者是那么彼此之间相互倾轧不会停止，我觉得会乱很长的一段时间。可是按照法律的规定，1年内不能够再解散国会。所以对马克龙来说的话，他不能够一意孤行，他必须要考虑政治现实，而政治现实又会让他们彼此之间不断的倾轧下去。最后，澳大利亚不是北约的会员国，虽然他2022年有参加，2023年有参加，但是他认为今年不适合参加，因为今年的会主要是要反中的会，所以他现在好不容易跟中国大陆缓和关系、改善关系，他如果又去参加这个反中的会议，那他划不来，所以他今年拒绝参加。今年拒绝参加是聪明的战略决定。李老师，我们看到乌克兰是不是真的这一次的所谓北约峰会可能会把乌克兰加入北约这件事情变成一个事实？这也就是当初俄罗斯发动战争的原因啊。对，因为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会籍我觉得对于北约里面大国，甚至包括美国来说他没有办法马上同意，因为他需要一个很严谨的过程。所以他的讲法大家都是说，你终究会加入北约，或是这一次用的这个修辞可能就是不可逆转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就不是现在因为他不会为了乌克兰有开启一个很快速的这个通关的轨道，其实并不是。但这一点其实就是从去年北约峰会、今年北约峰会，其实乌克兰还是很想要在北约峰会里面得到
北约里面的主宰国家，尤其是美国这样的一个同意支持，但是还是没有办法。那这一次刚才有特别有提到，北约其实这一次召开75年的峰会，华府峰会，其实是一个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哈，因为外有俄乌战争的考验，内有其实这几个主要国家，从英国、法国，甚至包括美国，都有内部政治的一些冲击跟考量。拜登何尝不是如此？他才刚刚写给这个美国民主党的同僚1分2页的一个长文呐，意思是说不用再讨论我要不要不选。我就是会选，选到底，而且大家往前看哈，目前距离党代表大会就这么40天，距离选举也就这么一点点时间。我们唯一的目标是要击败川普。那法国也是，英国政党轮替，这第一个。第二个是哈，刚才讲的这个 GDP 的比例哈，的确啦，因为这一次的峰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一直把这个视为是个重大的成就。因为2014年克里米亚被并吞的时候，北约就有3国达到2% GDP 国防预算，2019年7国，现在是32国里面23国。但这里面有比较有趣的地方，就是比如说像加拿大，重中之重，因为既然你是美国这么重要的盟友，可是你的国防预算今年只占1.33%。其实大家不要小看2啊，1点几，因为 GDP 的基数很大，0.1就非常非常多。对，而且加拿大到目前为止都不肯承诺哪时候到2%，他只说2030到1.76，1.76到2还有好长的距离，所以它会成为北约多数国家所关注的重点。那比利时至少他说他会达标，那其他还有没达标国家，卢森堡、克罗埃西亚、意大利、西班牙、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都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但基本上往前。其实这次北约除了 GDP 2%，就是要讨论怎么帮助乌克兰啊，因为北约要买单啊，每年450亿美金，那拜登还有多给的一些15亿美金的支出。那更有趣的地方是刚刚讲到这个澳洲，澳洲是有个表面的理由啦，就是他的政府透露给媒体说，因为他们本来要安排艾班尼斯总理跟拜登的1对1碰面，但这个好像没有办法敲拢，所以在这样状况之下，可能去的意义就没有那么多，我就派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所代表的澳洲代表团。但的确像刚才所说，可是去年你去了，前年你也去了，这次不去，所以会让大家想的非常非常的多。接下来看看中印的关系啊，中印在邻居当中还是有很多的冲突点发生，其中孟加拉也是互相角力的一个焦点啊。孟加拉的总理呢，到了印度去访问之后，马上到了中国进行平衡式的访问嘛，至少在外媒的标题是这样用的啊。那哈希娜8号抵达北京国际机场的时候，仍然非常高规格的接待他，包括了铺红地毯呐，还有相关的官员来接待啦。那尤其一个善意的消息就是，北京到孟加拉首都达卡直飞航线10号就开通了。双方对于这个通航已经先释出了最大的善意。同时，孟加拉媒体的报道是说，双方还要签署20多项的谅解备忘录，涉及一系列包括了大规模要投资、免税规定，还有本币，这个大家最关注的本币交易。这些话题，哈希娜自己说孟加拉是世界上最有利的投资目的，所以大家欢迎来投资啊，他也需要贷款。那孟加拉的前驻华大使是说，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满足我们的发展，除了中国以外所以当中国“一带一路”推动孟加拉电力产业发展，可以看到最主要大概建了27个电力能源项目，这当然就是你看数字看起来很惊人，其实是表示依赖之深。这其中中期在孟加拉参与的电路容量超过了这个35%，比例来讲，670家的陆企就在孟加拉里面投资跟创造就业机会，还有8座中孟友谊的大桥，所以中孟关系越来越近。那距离看看就可以知道，当然印度也会担心跟紧张。从这个布局来看有中国的国旗的跟印度的国旗的，孟加拉就是个重叠，大家都希望在这个地方成为兵家必争之地。除了地理位置之重要，还有各种合作的可能性啊，包括这个地图有巴基斯坦啦、斯里兰卡啦这种这个布局里头呢，为了要制衡中国，印度就赶快跟伊朗啊这里做港口经营权等等的，要产生一个新码头的平衡。那看到个新画面是印度呢，他做了很多动作里头，特别去访问了俄罗斯的普京。看看这个画面，
画面上看到他下飞机之后非常热烈的被欢迎之外，那跟普京两个人一见了面呢，更是热情，一个拥抱马上就要抱上去了代表两个人的友谊很坚定。刚刚在讲，在俄罗斯、美国主张的各种围堵啊、制裁里头，怎么越来越多人要去拜访普京啊？所以普京这是乌战爆发以来第一次，印度也跑到这里来拜访，甚至他形容是亲爱的朋友，非常高兴。为什么去？那当然，这是莫迪5年来首度的访问俄罗斯，都还去帮他准备茶啦、浆果啦、糖果啊，还自己开电动车去载他去参观官邸花园。那两个人在别墅里吃面包，印度媒体怎么形容？是一条看不见的龙，随时喷火，而不是众所周知的大象。这上有很多的隐喻在里头，因为印度总理重点在于希望用俄罗斯这个访问来加强跟中国的防范嘛？也许也到对抗，也许不至于，还是要到什么程度？但至少要防着俄罗斯过度的去依赖跟合作中国之后，就把印度的权益给忘了，叫他不可以把鸡蛋都放在中国的篮子里啊！所以这是印度官员现在正在做的事，因为毕竟在边境还是有很多对峙哦。那印度推高原轻坦克在中印边界争议这里的部署，那还有中国解放军则是在附近盖掩体加固避难所。看到这国家报的各种外媒报道，解放军在空军基地的活动更多了。卫星图都可以看到，在这个洞朗三国交界处都有大量的军车出现，这代表着这个地方中印的这个角力当然也是在升高。中国大陆是在埋头苦干了因为他定了他自己的一个目标，就是2035年的时候，他要成为一个科技的强国；2045年的时候，他要成为全世界全方面各方面都是第一流的强国。他把他的目标定出来了，而这一次的3中全会就是目标就是划定在2035年，所以在这个全会开之前，他们先开了一个院士会议，两院的院士会议，就把整个科学战略6个领域都布局了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很明显的，大陆就是埋头苦干做自己的事，然后他透过一带一路，因为我们都知道铁路走到哪里，经济就到哪里现在是铁路、高速公路、机场还有码头这4个东西到哪里，经济就发展到哪里。那中国大陆就透过它的一带一路跟100多个国家就产生连结了，因为这一带一路走到哪里，经济就发展到哪里，那经济发展到哪里，那就跟中国大陆就有关系了。所以它不管你深或是浅，它都跟中国大陆就连接起来了。那越深的连接就越紧了。例如说像我们看到印尼的高铁，然后现在您提到的孟加拉、缅甸，因为缅甸跟孟加拉的边界目前来讲有一股在矛盾中，那缅甸也在内战，内战中里面有一股势力又跟孟加拉多少有点关系这样的一股在交战的过程中，可是对于孟加拉来讲的话，它很需要这个边界稳定，它更需要它的经济发展，它希望一带一路能够继续走下去，这个都需要你基础建设的投资，你的经济发展的投资，港口、码头、机场，还有就是这些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整个发展，那带动的整个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看到在印度周边的国家几乎都加入了一带一路，那他们跟中国就建立了很紧密的关系，包括尼泊尔，甚至不丹现在也希望能够跟中国大陆建立更正式的关系。那孟加拉、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你看整个把印度都围起来了。那包括包括这个伊朗在内，就是再往北走的时候，就到了伊朗、到阿富汗、到中亚地区，整个都串联起来。那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大陆就继续走他自己的路。可是印度这个国家很特殊，印度这个国家人口数，它跟中国是不相上下，都是14亿人口，甚至有可能比大陆人还多一点那也都是14亿人口的大国，可是国土面积却小中国小很多，国土面积就小了，可用的地跟中国大陆的比来说的话，地质肥沃度那就又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对印度的本身的发展就处于不利的地位。也就是说，土地面积没那么大，地质也不是那么的好，水也不是那么的干净，然后人口却这么的多。你想想看，贫富差距那么的大，种族那么的复杂，其实中国大陆的族群也很复杂可是大陆的少数民族的政策使它相对来讲
它是稳定的，而印度的少数民族的政策却让它自己处于不稳定的一个状态。那就最主要就是因为它的宗教跟民族的歧视，那么使其他的少数民族跟印度族本身彼此之间的矛盾很大。那你想，在印度的发展中，它就陷入困境，可是眼睛就一直盯着中国，这不是不自量力吗？就是说两个不是同一个规格的国家，不是同一个量级的国家，但是印度眼睛都盯着中国，那美国眼睛也盯着中国，可是美国现在盯着中国是怕被中国超越过去，而印度是还远远落后于中国，眼睛却盯着中国，这个就不对了。其实印度现在要盯的应该是法国，因为他现在超过英国了嘛，所以他应该现在盯的是法国，而不是中国。等你超过法国，再超过日本，再超过德国，你就可以一拼了。是，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孟加拉总理访问中国大陆，委员怎么看这当中释放的讯息？其实啊，国际政治就是地缘政治的延伸啊。你把印度放在那边，然后在隔壁再放个中国大陆，其实注定了这两个国家一定会竞争。那尤其印度人是很记仇的。1962年被中国大陆打得很惨，他永远都记住这件事情。好，那这里面中间很多小国就会受影响。这两个大的这个星球在拉扯的时候，这旁边的这些比较小的星体，它就要选择要依附到哪里去。我基本上这些国家也学得很快，也变得很聪明，就像东南亚国家一样。你美国要我演习，我参加。那但是呢，我跟中国大陆经济活动不要受干扰。好，这些国家也是一样，他们其实有他们的因之道，就是讨价还价，左右逢源。所以全世界像我们这样的国家一往情深，他绝对不改变，包出一个腿就不改变的这种国家是不多的。所以这些国家坦白讲是比较正常的国家，他们知道怎么讨价还价，左右逢源。当然也有很难的，譬如说习金就被印度给吃掉了，成为他一帮。不丹呢受制于印度，尼泊尔也受制于印度中国大陆的影响力就会变得比较的小也可能是因为受到高山阻隔的原因。可是像斯里兰卡这些国家，他的选择的讨价还价的筹码就比较多，所以他跟印度拿一些回头也跟这个中国大陆要一些你“一带一路”我参与所以印度现在也跟美国也要发展他们自己的印度版的“一带一路”他也要搞这一套所以这种地缘政治的竞争是不可免。我是认为只要不要引发战争，这种竞争某种程度也是照顾了比较弱小穷苦的这些国家了。至于说莫迪去这个莫斯科，中国大陆会很紧张，我认为不会了，因为一个大国的外交不是那么容易受影响的，因为这是传统上，当中国大陆跟印度严重对立的时候，在60年代啦70年代的时候，那大部分的武器，印度的武器是来自俄国嘛，他们本来就有历史上的渊源，只不过后来中国大陆变得很强大，然后俄国打了个乌克兰战争，陷在那里，他现在就更加需要中国大陆。这对他来讲，我认为普丁就是我这两个国家我都要，我要卖天然气给你们，要不然我欧洲我也卖不出去，很多地方都不能卖。你们刚好一个中国大陆，一个是印度，你们买的越多，我就越轻松，又多，所以他不会在这里面有什么大小眼他两边他都要争取，两边的关系他都要维持。这个国际政治就是很现实了我这真的所以我苦口婆心一直在讲，台湾就是要学，我们中华民国就是要学，要希望能够讨价还价，左右逢源。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印度总理莫迪到了俄罗斯访问普京，哇，两个人一见面抱在一起，亲爱的朋友感情很好。对，我觉得肢体动作都是一些明显的政治讯号啦，就是热情的大拥抱非常亲密。那因为上次这个莫迪访问这个俄罗斯已经是2019年大概是5年前。那这一次当然是这个印俄峰会的这场合，但是可以看这行程的安排，有很多第一天是那种
这种非正式的，很惬意耶。非正式才是真正能够显示说两国领导人这种关系跟亲密的程度比如说有下午茶啦，有看马术的表演啦，地方拉到在莫斯科郊外这个普廷的官邸啦普廷还亲自驾车，因为普廷喜欢开车去载所谓他的贵客，所以后面所释放讯息，我觉得有2个第一个就是2个都是平衡第一个是在平衡所谓的这个中俄关系的紧密因为从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其实大家看得出来，俄罗斯对北京的依赖程度是比过去多的非常非常多，是，所以中俄这一个三角关系这一角是越来越紧密非常的清楚。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其实我相信西方国家包括美国也给予印度一定程度的压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印度跟俄罗斯其实在过去在冷战时期，它关系都非常的深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上的盟友。最重要的指标就是武器弹药印度到现在的装备，即便是它在推动所谓的多元化，也要向欧洲、向美国多买一些装备，但是比例上，俄罗斯还是占印度装备非常非常的重。那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莫迪或是印度在很多的国际场域里面，他不愿意公开出来批判俄罗斯。比如说在联合国大会场域里面，很多重要的投票他都投了所谓的弃权票，是不是支持不反对，我弃权，但弃权也代表某种程度的一种表态这也是很关键。但是因为在西方国家在对俄罗斯的施压。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去讨论国际国内议题的最新话题来宾，第一位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大家好。淡大战略所教授李达忠，主持人好，大家平安。当然，大家关心的最新话题，今天下午经过了4个小时，从早上10点开始的了4个小时声押，因为被高院驳回之后，回到了地院来做裁处。结果这个声押庭仍然裁定他交保，只是加码了，从本来的500万加码到1200万，那也没有疑义。很快筹钱20万，20分钟啦，1200万加个700而已嘛，很快就筹出来，人也离开了。不过当然我们大家都看到郑文灿这次的表情不再像上一次那么神态自若跟轻松，当中很多的这个斗法吗？还是这个赖清德到底有没有意志在当中？大家在问，首先就问郑文灿这个案子拖了7年，从这个译文很早7年前就已经在调查局的译文监听里头有内容的。那黄国昌就问了卓荣泰院长当时法务部长邱台三、桃园地检署检察长彭坤业这2个人同时都有涉入了司法官说丑闻等等，当年为什么不办？发生什么事？有人压案吗？有人泄密吗？那甚至说过郑文灿，如果根据镜周刊的报道是事实，有人放消息是这样嘛？说为什么把500万退还了，并不是说案子没有办成，而是郑文灿听到了消息说这个译文被监听了，他必须要避险，所以赶快把钱退回去，所以他要求一定要彻查到底。那么这个亮哥甚至爆料，除了在国民党党团这里有报了3个案子，很多的案子早就选前就被提出来，亮哥算一算是说8年一共在桃园这里。郑文灿任内卖掉了697亿的公有地，这么大一笔金额跟这么多土地的钱才是有料的案子，随便查一查都有可能有事情。有没有人敢讲话呢？当然，两岸之间更不用讲了，各种风险国安谍影重重。这是最新的一个案子，说调查出来，在海军这里有共谍案，前海军新训中心的上士因为积欠债务上网寻找借钱的管道，居然就网络可以找到了随便找到共谍就对口的大陆情治人员就叫他吸收为共谍之后，利用职务的机会，在宜兰屏东这些地方手机偷拍海军人士训练基地照片这些机密资料，然后泄露给陆方。多少钱？其实也才17万重点来了，到底密到哪里呢？影响国安到什么程度呢？或者是 F-16的飞行员、空军少校自拍的这些画面上传，被认为可能会有影响到情资危机的问题。爆料民众说，担心国军战机性能飞行策略被掌握会不会被中共渗透啦？拍跟机密的影片国防部回应是说，目前已经针对相关的情资实施扩大调查，厘清确切的案情，绝不护短。我只是觉得，如果只是这个拍
一个新兵而言能掌握什么情资，能够拍那个画面的话，可能卫星早就看光光了，会不会？那么再来看看解放军的动作好了哦，空军呢，因为一直看到有这个对方的。不管是海空一直进到我们的海线或领空，尤其是领空的部分呢，甚至台湾 ADIZ 这个网页不停的就有很多的记录双方的对话。那这次我们空军甚至以中英双语来对对方喊话，说中华民国空军广播啊，请他赶快离开啦等等，用英文我不知道是不是要给美国人听说我们用这样驱离他们，不知道了啊。但总之，回应国防部是说，因应敌情与国际情势，也要让其他的国家听英文的人知道，他们有警告广播了吗？哦，不知道。但无论如何，风险专家们在评估哦，美国的大选现在选情很焦灼，那他们最担心的是川普的一个动作，就是11月5号之后，万一川普败选不接受的话，双方票数太近会引发争议，所谓内战的这种画面可能会出现，或者是权力真空的混乱局面，可能被中国视为入侵台湾的好时机。不过现在是不是川普胜选的几率比较高啊？不知道。但无论如何，日菲在合力抗中。关于南海这个部分。说是要对抗中国南海的扩张，以至于日菲互相签订的这个互惠准入协定，重点是一个可以互派军队，还有日本自卫队进入菲律宾的这种联合军演的行动了哦。所以这个互惠协定呢，对于大陆外交部来说，他认为亚太地区不需要军事集团，不需要挑动阵营对抗，鼓动新冷战这种小圈子，他认为是没有必要的哦。我们先看一下从郑文灿被押这个事情，那很多人看，被抗告，发回重新再裁，裁的结果加钱就可以解决吗？这我是不太了解。其实我比较有兴趣的，倒是说这件事情对民进党内部的派系的影响是什么？这英系啊，譬如对，尤其对英系的冲击是什么？过来才比较有兴趣想谈的，就是说这个案子可能还加上这个台南的这个枪击案，究竟对社会大众怎么解读了？这样的一个解读的结果，对基隆或者是以后的日后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罢免的双方的罢免的这样一个推动它的影响是什么呢？那因为这个是纯粹司法的问题，我们对司法其实法官的理由，当然我们大概事后会知道，但是我们真是不晓得他们怎么做决定，提出理由了所以我相信法官有他的断定的这种标准他可能认为说，反正资料都收集的差不多了，所以不需要去羁押他，也可能不需要搜索这都是自由心证这样子，对。可能您是台湾最相信台湾司法的事情。讲完了吗？还要分析一下两岸的这个。这样子我是认为这位空军的这位上士他能够接触到的机密是有限的我倒不会过分的去担心。那自己跟空军少校这个事，我倒觉得是稍微比较严重一点。因为在战争里面说战争开始都是三战者动于九天之上，所以所有的攻击都是来自空中，所以战机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像年轻人，他们有很多想法是不像我们这一代，他们是比较浪漫的比较自主了。我因此要去讲一件事情：民进党执政的蔡英文那8年，买了非常多的武器，然后接着呢就这个征兵这个所谓的义务役的兵又增加到1年，恢复为1年的役期，所以人看起来不缺人，武器也不缺，可是部队的管理怎么样了？这个就涉及到部队的管理的问题了。你光是有很充分的这种装备然后这个充足的能力，可是你整个管理的话有问题了，那你怎么办？对不对？你现在事后去想国共的内战，其实国民党真正是输，国民政府是输在情报这场战争。你还没有打仗，你很多的资料都被人家掌握了很多的大人物的旁边，他的高级的参谋，甚至他的家里人，就是共谍。所以也就是说，部队的安全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我是认为
民进党执政的这些年来，花了很多的精神在买武器，然后再要增加人力。可是对整个的领导统御，对整个的部队的管理，尤其是这个保密防谍的工作的这种作为，看起来以这两个案子来看是远远不足的，这是我们比较担心的。对，好，教授，因为兵源现在看起来被说很多是不足的嘛，那另外这个案子大家关注的只是说在民党的派系里面，还有整个贪污，在这个整个社会氛围里头的感受。那如果现在这样办，会让他觉得好像办不下去吗？还是办到一个程度呢，才会有让司法不受信任的问题啊？我想这么多年来啊，其实台湾应该是非常关注了我们的司法的独立性。好，就是说你不能初一十五不一样哈，就是不管谁当政，还有你锁定的这个对象是谁哈，应该绝对不能有任何的颜色色彩，甚至是有在同个党派里面有不同派系这种色彩考量。因为我记得在前几年里面哈，在国人做的民意调查当中哈，对司法公正度的信任程度其实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好，所以我觉得每个案子都不可以等闲视之。那我们也会很好奇，比如说这个案子要是在更早之前就能够办的话，结果会不会跟现在也有所不同？好，还有侦办的时机点。好，所以我不想要多说什么，就是这是大家最关注的，老百姓真正关注的。应该要有很大的这个强化的空间。我稍微讲一下刚才这个日本跟菲律宾的这个相互准入协定，其实这一点都不意外，因为已经酝酿非常非常久。那这次就是在日本跟菲律宾所谓的2+2就是国防部长这个外交部长。那日本而言，但是防卫相跟外相这个防卫大臣、外务大臣是在这个马尼拉，在小马可仕菲律宾总统见证之下签署。那这已经有经过一段时间了。什么是相互准入协定？我们也都知道，它大概不等同于军事联盟条约，但是对双方的军事合作是有很正面的关系。比如说明年要是日本的陆上自卫队要参加所谓的美菲肩并肩的联合大型的军演的时候，它的这个武器弹药装备进入到这个菲律宾境内入关的程序会简便很多。快速很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说这样的协定，即便它不是所谓的这个共同防御条约，但是对菲律宾跟日本来说是比较便利的。那日本当然也不是只是跟菲律宾签，这是最新的，它之前已经跟澳洲、英国还有所谓的法国都有相对的这种签署跟所谓谈判的过程，我觉得这还蛮关键。那最重要的地方是，我觉得后面还是一个美国是最主要的核心了因为美国现在想要做的。等一下会提到这个，包括北约也是如此。他把美国过去所1对1的这个盟国的体系把它打散，就是我横的要有横的这个串联，就不是只是日本，我对日本，我对菲律宾，我对韩国，我对澳洲没有，而是我所有美国的盟友要串在一起。那这个相互准入协定是一个，还有所谓的美日韩3边的合作伙伴关系也比过去强化，还甚至有美日菲，所以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不同的组合。除此之外，这是只是在印太地区，美国把美国最重要的全世界在这个跨大西洋两岸的大西洋联盟北约也纳入就是说希望北约能够多关心印太事务，也希望印太事务美国重要的伙伴跟国家也能够多参与北约的重要的会议，像这一次的北约峰会。所以这里面日本、韩国、包括像是澳洲、纽西兰就成为美国跟北约点名的最重要的对象。所以美国是用这样很强烈的一个方法，就是他把他手中现有的工具箱所有的工具重新打造一遍，该深化的深化，该串联的串联。那背后目的其实大家看得很清楚，就是因为他认为说中国大陆现在对美国来说构成的挑战可能是这个史上最严厉的，所以拜登讲的没错，他认定中国大陆是美国在21世纪最严峻的挑战，所以才会有这么多在过去几年看不到的，但是在短短的4年任内，拜登任内大概什么都看到了。这挑战但对台湾更是如此啊！但我们没有忘记，我们渔民还在对岸啊，还没有救回来。我们的民众出事的时候，政府没有办法保护啊。但这些所谓的国安啊、共谍啊，各种升高的情势一样，国内的问题也没有一样可以解决。国内的问题，我想讲一下这个郑文灿的钱哈。2014年的时候，他的现金只有844万，
2023年的时候，它的现金这个存款已经到3063万，那不含房地产，不含什么其他真的。所以很多网友说，哇，这10年以来他真的是生财有道但是他的钱是在银行存款并不是现金放在家里面。但是这一次500万马上就抽出来，再700万20分钟马上现金就拿出来。当然在问，我觉得检察官应该要问一个问题：20分钟如何把这个700万的现金拿出来从银行？我做不到然后再看看那个钱是怎么样的，那个现金是怎么来，然后交到法院去把它交保出来。我觉得应该去追一下那些现金是他们借贷，还是说是暂时给你用？那哪一些人暂时把那个现金给郑文灿用？就某些新闻只看到有个黑袋子的那种类似那种模式吗？我不知道了。追踪一下吧，检察官还是要再追一下吧因为这个是需要追的但是第一次的交保会被大家觉得说，检察官要抗告，那最主要是因为有逃亡之虞嘛。那他的钱那么多，还有涉案情节重大，都是对不对？涉案情节重大，有逃亡之虞，有串证，然后钱还这么多，那你1200万还是给他交保，他还是有逃亡之虞他还是有可能串证他还是有可能这个还是有可能只有交代他不可以联络证人这样。我觉得这个法院让我们小老百姓，像我这么小的老百姓，让我们服气一下嘛。就是以他这么有钱来说的话，这1200万让我服气一下吧。这我真的是不服气我觉得应该再多一点了因为他太有钱了。好，另外您提到了有关于这个说，如果美国大选出现了一个什么状况，川普落选，造成美国的一个什么问题以后，然后中国大陆就会马上有机可乘，要武统台湾。坦白说，大陆要不要武统台湾？坦白说，美国也介入不了，也干涉不了。美国的介入跟干涉是演的，是装的，因为美国3亿多人口，他不敢跟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而且是一个制造业的大国，而且目前来讲，陆军强于美国，海军跟美国不相上下，新式战舰强于美国，然后在空军不相上下的军队，而且制造能力比你美国强那么多。你看这次乌克兰的战争才打这么一个小规模的一个战争，美国的武器制造就有问题了，而中国大陆是用 AI 来进行这种高精密导弹的一个生产制造设计，然后再加上美国的 F-22停产了，生产线关掉了，中国大陆的歼20正在快速的量产中，说因为这样子美国敢介入，我觉得这个逻辑不通。所以美国乱不乱跟台湾要不要武统没关系，台湾要武统或是要用和平统一的方法，我觉得那是两岸之间是自己的事情，大陆是在衡量的是，如果你不用和平的方式来统一，那就只好寻求别的方式。这就是卢沙野在法国释放出来的讯息。如果我们用和平统一，你不愿意，那就用其他的方式。其实这个有隐含武统在内了。如果你不要一国两制，那就是用一国一制的方法来解决台湾的问题，战后台湾的安排的问题。这也释放出大陆的另外一个讯息，而且是在欧洲，在法国的这个智库里面的一个释放出来的讯息。大陆已经越来越把他的一些基本的态度已经释放出来。我倒认为台湾台独自己要想一想，你要依靠美国介入，想都别想。